AI 绘图要怎么用？首先呢，我们要到这一个网站去，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内容。好，在这里有提到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用文字产生图片，也可以用图片产生图片等等。这里有说明显示卡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规格。这个部分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好，那这里就是从一个影像产生另外一个影像。这里建议说你要用 NVIDIA 的显卡会比较好。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先安装 Python， 再来会安装 Git。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安装 Python， 打开那个命令提示字元，就是命令模式，然后输入 Python。因为我忘记我有没有装过了，所以我先试试看。那看起来是没有装，所以它会自动跳那个 Windows Store， 这时候就选择安装。要35.51 megabyte。好，再输入一次 Python。哦，它这里就告诉我已经安装完成了。那我就先离开 Python。接下来要安装 Git。我之前是用 Source Tree， 所以其实都可以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就用的不是很熟了，所以点选这个呢，先去下载 Git。我这边要看一下我要装哪一个版本的，有这么多版本的，然后有一些是就是叫做移动版，就是免安装版呐。那看起来就是我应该是要装那种安装起来的那一种版本会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64bit 这个版本。好，那我这边就直接安装了。那这里选择 Next， 然后我把它装在 Program Files 底下，再按下一步。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选的，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照预设的来勾选这样子。所以选择 Next。哦，对，这个地方我要希望它在桌面上会帮我装一个快捷键。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自己比较习惯用 Notepad 的加，所以我就选这一个。然后 VS Code 也应该是可以啦，不过每次要打开很麻烦，所以我就选择 Notepad 加。然后选择 Next。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Git 会有一些 branch 的名字啊，然后我就用原来的那个用 master 来当做就是预设那个就可以了。
后它会把我们那个 Git 加到 Paste 的环境里面，所以我就选择这一个预设的这一个。然后这个我也是用预设的 OpenSSH 这一个。这个也是用预设这个就好了。这个我也是选择预设这个。这个东西我就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决定还是用 Windows 预设的好了，就是用命令的那个视窗。就是原来的 DOS 模式那个，用的比较习惯。这个用 Default 就直接按 Next， 然后这个也是按 Next 就可以了。然后这里也是选择 Next， 就是预设的这个 Enable File System。这个部分就都不用，直接开始安装。好，这时候就直接取消 View Release Notes， 然后直接按 Finish 就可以了。然后这部分就安装完的 Git， 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一个它的这个 Division Web UI 从那个 Git 的那个 repository 去把它抓下来。所以我用 Git GUI 也可以用命令模式啦，但是我用这个来抓看。好，那这部分就是这个就是你要存在哪个资料夹底下，所以我就决定把它放在基叠的 AI Test 底下，然后里面有一个叫 Division 的资料夹，我决定把它放在这里。然后这时候按 Clone， 它就会开始去网络上把它抓下来。出现这个代表现在已经下载完成了，然后把这个 GUI 这一个界面把它关闭，这时候就整个下载完成。好，接下来我们要到这一个网站去抓 models， 它有这种 standard 的 model。然后这部分是这样子，那我们预计要用的是这个 Division。1.3 版要在10月10号才 release，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1.2 版的。那1.2 版有2种 model。还有这一个 EMA 的 model， 然后
其实这两个 model 并没有不同。它这边有提供这个用 Web 来下载的方式，那可以使用这个下载，但是它的速度非常慢。好，那这边我已经下载完成了。好，我把它复制到Models 这一个资料夹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下载这一个档，就到这个网址去下载。好，下载完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一个 Division 的根目录底下。好，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这时候到那个命令模式 ，DOS 模式，就是命令提示字元这里，然后我们去执行这个自动执行档 Web UI -User 这一个批次档。就会开始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哦，这段过程等了非常久，所以我用10倍速呢把它快速播放，结果我发现到10倍速呢，感觉还是等了很久。终于下载完也安装完了。好，那这里有提示一个就是网址，然后就把这一段网址给把它复制起来。这是在本机的一个网址，后面那是 PORT7860，这是 PORT， 所以把它整个复制起来，然后在浏览器那边把它贴上去。那所有等一下要用 AI 算图的东西都在这一个本机的网址上面去执行。好，那我们现在先到这一个网站里面。好，这边有提示一些怎么样去利用文字来让那个 AI 算图。好，比如说他这边有讲到说你要就 AI 画一个类似油画的效果啊等等的。好，那有一些关键字，它用比较粗的字体把它秀出来。然后在这里呢，它有 prompt， 有一些提示。这提示就是刚刚那一个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要用提示的这些关键字把它给贴到我们刚刚那个我们自己本机的网址。这些是你要它帮你算出来的一些关键字。好，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你不要它做的事情，你不要它显示什么东西。这里啊。有一些关键字，比如说你希望你算出来的图不要 ugly， 不要太丑啊，等等的。好，一个括号就是你要强调它，那2个括号当然就是代表你更强调，等等，它这边都有提示出来。然后这边有一个选项叫 Restore Face， 这个地方你要记得打勾。那这里有提示的一些它所使用的一些设定，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照着它的设定来做。
比如说它这个 sample 的就取样的步骤呢，它设成42，所以我们就把它设成42。然后它用的是DDIM 的这一个 method 的方法呢，我们也是这样用。然后 CFG 的 scale 它设成10，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把它设成10。好，试试看。好，那这些设定呢，这个我希望我是直立式的一个图像，所以我把它改成512×768。那我现在就把这个 prompt 把它复制起来，试试看，把它贴在上面。然后这一个不想出现的东西呢，我就把这下面这个它的范例我把它复制起来，然后也把它贴上去。好，那都贴上去以后，我就 generate 就把它产生出来。啊，速度还感觉蛮快的，这样子。当然是本机嘛，本机当然是用本机的资源在做运算，然后就算出了这一个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们来看看，就是我现在想用一张图去串另外一张图出来，所以我还是一样把刚刚的那 prompt 把它复制起来，把它贴上去，也把不想出现的 negative 的 prompt 也把它贴上去了。好，那这时候呢，我就从网络上呢去装了一张图进来。那个取样的呢，就是照刚刚的设定来做，刚刚那个人的设定42，然后高度呢我设768，然后 Restore Face 我刚刚忘了选，在这里我就把它选上去了。CFG Scale 也是设成10，跟刚刚一样。好，然后我在网络上抓了一张图，我把它拉过来，是一张周子瑜的图。那我们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图，所以我就按下 Generate， 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这张图，感觉还不错。然后再按一次就会再产生另外一张图，再看看。所以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一次产生很多张，可是我就是每次都按，就是每次有不同的惊喜这样子，所以还蛮好玩的。